起床吧。蓝忘机撑起身体，先去洗漱了。留魏无羡一个人在床上平复了半天，才找回正常心跳。起床后，魏长泽夫妇和客人早就出门一起去远足了。早餐留在桌上，墙壁上的小黑板还写了给魏无羡的留言：魏长泽，我们出门了，自己吃早餐。藏色，敢辞职打断你的腿。急急忙忙叫我回来，这是对待亲儿子的态度吗？魏无羡满脸都是黑线，伸手一把将小黑板抹花。回城时，魏无羡一言不发，只顾开车。魏婴，明天几点的飞机？一直低头处理公事的蓝忘机忽然出声：上午10点过，温宁会送我们过去。魏无羡答道：下午有什么安排？蓝副总那边没什么特别安排，相关事务已经移交到蓝总秘书室那边，其他业务秘书室会处理。我下午去公司，还有点资料要整理一下。魏无羡看了一眼导航，快下高速了，顺路送我回老宅一趟。蓝忘机说：晚上不用等我吃饭。好的，但我还要回家，有些东西要拿。魏无羡打着转向灯，准备下高速，我明早再过来一起去机场。也行。下午，魏无羡刚到公司，罗清扬就将蓝忘机的休假申请递了过来。蓝总已经签字了，需要送到蓝董秘书室那边备案。那我去吧。魏无羡想着蓝忘机都回老宅了，蓝启仁和蓝曦臣估计也都去了。董事长办公室就在楼上，魏无羡没想到，一踏进秘书室的门就跟蓝启仁撞个正着。魏婴，还是蓝启仁先开口：蓝董好。魏无羡赶紧毕恭毕敬问候一声：我过来办理蓝副总休假备案。你先进来。蓝启仁说完就往办公室走去。魏无羡提着口气，将备案表交给蓝启仁秘书，忐忑不安跟了进去。蓝启仁看了一眼沙发，示意魏无羡坐下。魏无羡在姑苏集团待了几年，不管去哪个公司、哪个部门，即使到了蓝曦臣那里，都挺吃得开，就是到了蓝启仁这里，他就浑身不自在。刚跟着蓝忘机时，蓝启仁大事不问，就爱揪他魏无羡的错。堂堂姑苏董事长，老跟一个小秘书过不去，说起来没人信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好在蓝副总爱护短，蓝启仁后来也就懒得管了，但每次单独和蓝启仁打照面，魏无羡心里都有点发虚。魏婴，听说你要辞职。蓝启仁头发花白了，但整个人精神矍铄，眼神还是一如往常的锐利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他非常后悔提出辞职，非常非常后悔。不辞职了。魏无羡没有力气再去解释来龙去脉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谈话。哦，怎么想的？蓝启仁饶有兴趣地问。我本想回家帮忙，但父母那边似乎并不需要我，而且他们希望我找个对象。魏无羡说的是实话，但我现在发现自己更喜欢工作，这并不冲突。蓝启仁难得带着一丝笑意。啊！魏无羡发觉蓝启仁说话越来越难懂了。去忙吧。蓝启仁不愿多解释，示意魏无羡可以走了。下班后，魏无羡坐地铁直接回家。自从担任蓝忘机秘书后，魏无羡很久没有在天黑前回到家了。出地铁后，他拖着悠闲的步子走在黄昏的街道上，晚风吹来，本来是很惬意的时刻，他心里却有点空。蓝湛这时在做什么呢？魏无羡歪着脑袋思考，大概是在老宅参加家宴吧。上班时候明明天天待在一起，怎么下班了还在想他的蓝副总？我真是太敬业了。魏无羡摇摇头，把蓝忘机从脑海中赶开，没想到拐过街道，就发现公寓门前停了一辆熟悉的豪车。魏无羡一出现，车窗就缓缓降下。蓝副总，你怕我临阵脱逃吗？魏无羡有些无语。怕你明早误了航班。蓝忘机面无表情。当天晚上，魏无羡又失眠了，盯着墙壁发了一晚上呆。第二天一早，魏无羡将咖啡递到蓝忘机手里时，对方都忍不住多看他2眼。别看我，没有失眠。魏无羡捧着咖啡，故意把脸贴向一边。路上睡吧。蓝忘机低头，浅浅笑了一下。温宁早早把2人送到机场，一待在蓝忘机旁边，魏无羡瞌睡就上来了。连温宁嘱咐他要和温情保持联系，都是蓝忘机帮忙答应的。登机前一直摇头晃脑打瞌睡，
上飞机后直接一觉睡到戴高乐机场。下飞机后，两人马不停蹄坐高铁前往法兰克福。海外分公司的人会在高铁站接我们，汇报最新调查进度。高铁上，魏无羡恢复了精神，凑在蓝忘机面前说个不停。两人也不是第一次出国出差，但执行这样的任务还是第一次。魏无羡此刻兴奋感压过了紧张感。蓝湛，你来过德国没有？蓝湛，你会说德语吗？会，说2句听听。德国啤酒不错哎。你不能喝酒。其实我之前也学过一段时间德语，你听我讲讲。Ich liebe dich， 听得懂吗？ Ich auch。 蓝忘机终于回了他一句。哎呀！魏无羡假装羞涩，捂着脸去看窗外风景了。抵达法兰克福，两人坐上分公司的车，先去预定酒店休息。为了方便随时交流，蓝忘机要了一个标间。